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说起腊肉，大家都不陌生，相信很多朋友都爱吃腊肉，但是大部分人炒腊肉的时候都是直接下锅炒，炒出来的腊肉又咸又硬，根本就没法吃，难以下咽。其实这种做法是错的。今天小颖就分享一个炒腊肉的小技巧，保证这样炒出来腊肉柔软多汁，吃起来非常的香，而且一点也不会觉得咸。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看一看具体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要准备2块腊肉，我手上这2块五花3层的腊肉，像这样的腊肉肥瘦相间，吃起来非常的过瘾，炒出来以后特别的香，不管是用来下酒还是下饭都非常的不错。把腊肉放入锅里面，倒入清水没过腊肉，大火把水烧开。我们一定要把腊肉先煮一下，因为腊肉是比较硬，也用大量的盐给它腌制过的。如果不用开水给它煮一下，炒出来就又硬又咸不好吃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腊肉用开水煮个1分钟左右。煮1分钟之后，我们把它控水捞出来，把它放到凉水里面，将它过凉一下。接着我们要把腊肉给它清洗一下，因为腊肉是腌制过，如果不清洗干净，吃起来会很咸。洗成这样子就差不多了，非常的干净了。我们控水捞出，放入另一个碗中，倒入温水。其实我们用温水清洗腊肉可以去除表面的杂物，温水能把腊肉清洗得非常的干净。全部清洗干净后，控水捞出来放到案板上，先把皮切掉，不要觉得可惜哦，因为皮很硬，炒了也不会觉得好吃。肥肉的部分不要削掉，这个油脂的部分等一下就可以煸出很好的味道。再把它切成薄片，给它切薄一点，不要切得太厚了。如果腊肉切得太厚的话，吃起来的口感会不好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切薄一点，切成这样就可以了。腊肉切好以后，放入盘中把它摆整齐。摆好后，再倒入2勺米酒下去。放米酒有好处的，除了增加它的香气以外，可以减少腊肉的咸味。先把它这样转一下，让它都能够充分泡到米酒，酒还有软化肉质的作用，腊肉吃起来才不会柴柴的。然后直接把它放到准备好的蒸锅里面，盖上盖子蒸个20分钟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几个蒜苗，把蒜梗用斜刀切，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。蒜叶切小段，炒腊肉蒜苗是必不可少的，切好后放入另一个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就是准备1把大蒜，给它切成片。腊肉里面有大蒜，吃起来特别的香。切好以后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4个青红线椒，把线椒头切掉不要，把它切成斜段。切好之后装在碗中备用。再准备1个苗条的胡萝卜。朋友们、家人们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。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小颖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。现在这个视频就辛苦你帮小颖点赞转发一下吧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和鼓励。现在腊肉已经蒸好了，我们看看它的肉质比较饱满，就不会这样干干柴柴的了，而且它的咸味都已经渗透到这个米酒里面，腊肉也会出一些汁。先把汤汁倒入碗中，
这些蒸腊肉的汤汁呢，腊肉汁蒸过以后，你就可以拿来炒腊肉，或者是做腊肉炒饭，或者是拿来做腊肉炒高丽菜，各种料理都可以。把腊肉先放一旁备用，接着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油热之后把腊肉放入锅中，先用小火让腊肉炒出一点香味出来，不要用太大火，因为太大火的话，很快的肉体就会老掉。我们用小火把腊肉煸炒一下，让它炒出腊肉的香味，炒出多余的油脂，所以我们要多炒一会。腊肉我们要翻炒均匀，看一下腊肉里面的油渍就出来了。接下来把蒜苗梗、大蒜、线椒全部放到锅里面，快速的翻炒，炒出蒜香味和辣味。这里翻炒的时间也不要太久，快速的翻炒，炒出蒜香味就可以了。全部炒香以后加入，接着把刚刚的腊肉汁放一勺进来，再加入一点鸡精，再把蒜苗的叶子给它加进来，其他的调料就不要放了，已经够味了，也特别的香了。开大火快速的把蒜苗炒熟，翻炒几下就差不多可以出锅了，然后把它装入盘中，就可以开吃啦。一道非常好吃的炒腊肉就这样做好啦。这样炒出来的腊肉，因为先用酒蒸过，所以口感比较软一点，又带有酒香，搭配蒜苗一起吃，非常的对味。不管是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。如果家里来了客人，你就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腊肉，真的是鲜香又美味，特别的香。其实超级简单的蒜苗炒腊肉，就算是厨房小白也能轻松的掌握。如何保存腊肉？做好以后的腊肉，如果保存不当的话，腊肉很容易就会变质生霉，所以腊肉要进行保存是非常关键的。腊肉保存不当的话，几个月就会变质；保存得当的话，就算是吃1年也不会变质。用保鲜袋密封保存以后，再放到冰箱中冷冻保存即可。腊肉就算是放1年也不会变质哦，特别管用。如果大家也喜欢，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哦。点我头像，还可以看到更多简单的家常美食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